嗨，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之前在我的视频里看到过的这个不断浮动、缩放并且变换着自己的表面材质的一个神秘的外星智慧生命吗？今天我就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特效是怎么用 VFX Graph 来做的。这个特效本身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个能够切换表面材质的 shader 呢相对复杂一些，所以我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 shader 是怎么制作的。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能够跟随时间在黑白之间循环变换的一个基础颜色，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浮点数不断循环从0增长到1，再从1退回到0的过程。所以我用 time 节点里的这个 sin time 来实现，我给它增加一个 loop 节点来确保返回数值在0到1之间，然后呢我用 simple noise 节点来减这个数值区间，就获得了一个由黑到白变化的一个噪点效果。最后呢 saturate 一下来确保整个数值在0到1之间变化。在这里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输出的效果就是呈现一种逐渐出现和逐渐消失的效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好，那么接下来整个 shader 呢就是围绕这个功能展开。我是把这个功能做成了一个子 shader， 方便我在主节点里面去调用。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主节点里面，我们先直接调用这个子节点进来。在这个主节点里面，我们所有的效果都将围绕着这个控制着出现和消失效果的子节点展开。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噪点效果连接一个贴图，然后同时把这个节点正负反转一下，连接另外一张贴图，再相加到一起。这样呢，我就能够使得两种材质的混合出现了。我给大家来简单演示一下这个效果我是用这个噪点的这个节点呢连接一个红色，然后呢再把这个节点反转一下去连接另外一个绿色，最后两个效果我把它们 add 起来，大家能看到我就得到了这两种混合出现的颜色了。红色逐渐消失变成绿色，然后绿色再逐渐消失变回红色。那么接下来呢，所有的这个节点连接呢，都会围绕着这个基本功能展开。我们先按照上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颜色贴图我把这个要变化的材质效果呢，分成第一个材质和第二个材质。由于准备在这个白色区域显示第一种材质，黑色区域呢显示第二种材质。那么这个我先把这个噪点连接入需要的第一张颜色贴图。同时呢，给它加上一个 UV 和金属材质的控制节点。这个 UV 的节点就是方便我可以随意的更改贴图的 tiling， 而这个金属材质的这个 metal reflectance 呢，则能够直接带来比较好的这个金属质感。同时，这个噪点效果我进行反向以后呢，连入需要的第二张颜色贴图的节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个第二张材质呢，我打算就用一个纯色的金属原色材质，所以呢，我没有引入 2D 贴图，而是直接用了这个纯色的这个节点连接。所以呢，这个第二张材质效果并不需要单独的进行 UV 的控制，只需要叠加一个金属的材质的节点就可以用了。最后，当这两张贴图合并好以后呢，为了增加一点效果上的这个变化，这个我给它还加了一个菲涅尔的一个效果上去。最后把这个颜色节点的效果呢连入这个 base color。好，接下去呢就是如何炮制去处理这些法线贴图了。其中这个法线贴图这里呢，除了常规的这个法线贴图以外，我还混入了一套 detail 的法线贴图这个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基础纹理的效果和材质表面的这个丰富程度而这两套法线效果，当然这个常规法线贴图和细节法线贴图需要被不同的这个 UV tiling 控制着所以你就能够看到呢，其实我在这里总共加了4套 UV tiling 的控制节点。比如你看这个金色的这个机械效果的这个贴图里面这个像是某种机械效果的一个 detail 的法线效果我就可以单独的去增加它的一个 tiling。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就在这里调整这个是挺方便的。然后呢，这个 tiling 效果呢，就可以增加一种密集的机械效果的这个刻画效果。所以同样的方式复制到 AO然后金属度
还有这个光滑度贴图的处理上。而同样的这几个贴图呢，都需要被各自的 UV tiling 控制着啊，以确保和前面设置好的这个 2D 的颜色贴图、法线贴图的 UV tiling 呢能够保持一致。啊，这里其实是有点混乱的啊！我自己在做这个 shader 的时候呢，一度自己都给搞迷糊了，那个连错。这个 shader 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主要是这个各个贴图和通道的这个连线呢比较容易搞错。啊，这个也是为了方便之后呢，在这个 VFX Graph 里面呢去调用这个 shader 的时候呢，能够方便使用啊，这是没办法。那么这个 shader 建立好之后呢，我就需要在这个 shader 的设置里面啊，就是在这里啊，在这个 Graph Inspector 的这个 Graph Setting 里面呢，把这个支持这个 VFX Graph 这个选项要打开，然后呢，这样这个 shader 呢才可以被这个 VFX Graph 去调用。接下来我们移步到这个 VFX Graph 里面去看看这个效果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呢，我先通过这个 Sample Mesh 来做一个初始定位。我 Sample 的这个 Mesh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box 模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已经在 Max 里面把这个模型打开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box 啊，它的每条边都被2等分了，一共呢就产生了这个26个点。这26个点呢，就是这个最终效果里面啊，这个变换的材质的这个小 box 出现的位置。然后呢，由于我需要这个外星智慧生命啊，之后能够在引擎里面自由移动，于是呢，我加入了这个 transform 节点来控制这个效果和一个 property 去绑定。那么以后我在移动这个property 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外星智慧生命的这个效果啊，它也会跟着在这个场景里面到处移动。接下去呢，就到了这个 output 的这个 context 里面来输入最后的这个表现效果。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呢，调用前面我做好的 shader， 出现了一大堆的这个填入框，调用准备好的各种贴图第一套的颜色啊、法线啊以及 mask 的贴图，然后这是第二套的颜色啊、法线和 mask 贴图大杂烩先出个效果看看啊。以后呢，根据需要我可以再去更改这个贴图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在这个缩放的这个效果上呢，我是先用了一个动画曲线设定基础的这个尺寸变化动画效果，然后呢，我又混入了一个由这个periodic total time 控制的一个随机值，来控制这个尺寸变化的一个随机性。然后最后把这个智慧生命中间的这个光盒加上。在这里呢，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光盒的位置需要跟前面方块阵列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保持统一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我在 demo 里面设计的这个外星智慧生命的实现效果的制作过程当然目前这些效果看上去还是都是蛮粗糙的需要时间去打磨。其实不止这个特效场景包括角色还有以及整个画面对于这个其实莫比乌斯的这个风格还原都还差得很多。反正呢，不管怎么样，我先开个头只要有东西呢不断的在被完成还有推进那这个就是目前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一个情况了。反正呢，先有然后呢再不断的去迭代希望不久的将来呢，我就能够把这个 demo 完成。我自己呢也盼望着这一天呢能够早一点到来谢谢大家。